们，今天穿了一条可爱的背带裤，来拍一台同样非常可爱又年轻的纯电 A0级小车极狐贝塔 T。可以说是在有限的价位区间之内，把老百姓真正刚需的功能点全都给你安排上了，精致、小巧、舒适，还有驾趣，就特别适合那种家里头已经有一台燃油车，想要体验一下纯电车又不想花太多预算，或者说年轻的朋友们刚拿驾照买台车来练手，这样去进行选择。所以呢，老款车型上市几个月的时间，销量表现就非常可观。截止到今年4月份，总销量已经整整超过8万台了。那这一次极狐贝塔 T 又迎来了产品力的全面升级，主要体现在几个点上。第一就是颜值，车尾全部经过重新设计了，给你换上了跟极狐 S3非常相似的这种贯穿式的尾灯，运动感更强，显得更加时尚洋气了。第二呢，增加了2个非常时尚年轻的新颜色，一个是云眉粉有一点像是那种跑车的洋红色，就特别适合小姑娘进行选择。第二个疏影绿，从名字来看就感觉很有中国风诗情画意的一个色彩，实物来看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有点那种豪车的感觉了。第三呢是续航和动力方面的升级，这一次它的2个全版本从之前的320公里和425公里升级到了350公里和450公里，分别提升了30公里和25公里但是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电池容量比之前更大了，因为这样不是会提升咱们的这个成本嘛，价格也会更高。主要还是它这个能耗管理的能力比之前更强了。现在整台车的电耗，官方给到100公里最低能够到11千瓦时这么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边有超充条件可能你的每公里的续航成本也就5、6分。所以，如果咱们每天通勤的距离是在20公里以内的话，你每天单趟都不到1块钱。现在这年头，扫个动感单车还得2块呢，坐个地铁还得3、5块呢，你真的可以做到开车比挤公交、挤地铁还便宜。最后是配置方面的升级，主要是体现在450公里的版本上首先450公里的版本全系给你配了一个电动的尾门，所以你取东西的时候会更加的优雅自如，并且呢，需要值得关注的是这款极狐贝塔 T1 它的轴距达到了2770毫米，这个数据是比我们熟知的什么轩逸速腾卡罗拉都要大的，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后备箱打开之后容积非常的可观，绝对是家用车里边偏大的一个水平。车内的前后排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一会儿我们到车内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其他的功能升级点都在前排，我们上车看一眼。进到车内首先很直观的，你发现中控台的这个布局变化了，之前这个位置是断开的，但是现在连在了一块，这个整体性更强了，并且呢，导台上方给你新增了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非常实用的功能出门你基本上手机充电不需要带充电线了。那这个功能同样也是450公里的版本上标配的。车机内部我们发现它新增了一个哨兵模式，同样非常的实用。就是我们之前开车，假设你停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可能路边电动车或者别的车给你剐蹭了，但是很多时候咱没有证据，只能自认倒霉。那你把哨兵模式打开之后，等于车辆1周的摄像头实时的帮你把周围的情况给记录在内。一旦有什么开门刹或者说不小心路上的剐蹭，但是他肇事逃逸了，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些证据找到凶手。除此之外呢，像是 L2级的辅助驾驶功能540的全景影像包括座椅记忆这些非常实用的功能也都通通下放了。抛弃这些升级的功能点但是看这一套内饰，我觉得就是值回票价的。首先颜色搭配上，我觉得是很清爽大方的，功能点也都非常的简洁，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上手。空间也特别的通透前后左右都有大面积的采光玻璃，尤其头顶这一块我非常喜欢这个。天幕不仅说尺寸足够大，而且它带物理遮阳帘，这个在同级别非常少见你就可以告别开新能源车头顶挨烫的这个事情发生，夏天开电车也不觉得热。再来软质包裹，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你像这个座椅填充物非常的软和，那你手碰靠的地方也都不是感觉硬邦邦的。再来呢，极狐一直是主打这个零全零本的健康母婴级座舱所以你能够觉得在车内即使是新车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异味，对于带小孩的用户来说，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级别很多的车型为什么我们说不实用啊？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主副驾能让你坐着舒服，后排呢特别鸡肋，就是你坐呢硬座也能坐，不过空间特别憋屈，就是不是很舒适啊。你长途驾驶让人家往后座坐，还得跟人家说声对不起。但是极狐贝塔 T 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它的这个后排比前排更加的宽敞，尤其是在同步空间方面啊，你可以看到从车外的造型，它就尽量为你这个后排乘客同步空间多做考量，就这个位置的高度更加的高。所以你大高个坐在这儿，大长腿坐在这儿，得益于这个轴距和车顶的设计，你都能够做的特别的舒展，并且后排3个位置可以说舒适度是平全的，因为中间的这个座位，首先它前面地台完全没有凸起，是纯平的，而且坐垫也跟两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参差，只能说靠背略微硬点，但是长途也不会说硌得特别难受，真的是一家5口满载出去玩，每一个人都能够不那么憋屈啊，都能够坐得很伸展、很自如的一个家用车的配置，基本上跟油车的那种轩逸、卡罗拉，你感受不到太多的区别，甚至比人家还要再宽敞一些。你想这个价位又有这么好的一个驾控，有这么便宜的一个补能，确实你家用买这台车是特别香的一个水平。配置方面呢，我们这个版本首先后排给了你一个独立的空调出风口，还有一个 Type C 的电源，门板上有非常大的储物槽，同时呢这个电源下方也掏空了一个巨大的槽，所以带孩子的家庭，你想放一些随身的碎东西也都特别方便。动力上呢，这款车型它不管说是350公里的版本还是450公里的版本，全部都给你配了一个9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所以动力上啊不用太担心，高低配是没有区分的。而且啊，它的最高时速能够达到15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开着它上高速不成问题。不像有的小车，它可能最快也只能跑个100公里每小时，那上高速就非常危险了。众所周知呢，北汽极狐是一家诞生于北京、扎根于北方的车企，所以它对于北方用户冬季用电车的顾虑考量的是非常周到的。这款车型全系配热泵空调，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有热泵空调和没有的车型，你在冬天使用感受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可以说冬天如果开的这个车没有这个配置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的一个状态。那有了它之后，你不管说是开个暖气，还是说长距离行驶，都会省心不少。关于这款车型具体的配置和价格，在我们视频发布的时候已经正式公布了，我打在屏幕上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们觉得这个价位行不行呢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极狐贝塔 T1静态品鉴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小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